美国穷人怎么生活？负债后还不起怎么办？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体，也是最发达的国家之一。那么在美国的人是不是都很富裕？如果你这么想，就大错特错了。在2009年奥巴马的工作报告中就指出，平均每30秒就有一个因为医疗保险而破产的美国人，一年有超过100万的美国人破产。当你走在美国的街头，经常会看到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们支起一个帐篷生活，整条街呢也就因此被弄得很脏很乱。在美国，所有破产中的都有 66.5% 与医疗问题有关。美国每年估计有53万个家庭因医疗问题而破产。欧洲看病看到破产的事就相对很少。欧洲政府支出巨大，一般都是政府垫付，好处是人民很欢乐，不用破产。难题是欧洲政府要破产了，这也就是欧美之间的医疗系统本质不同。在美国看病真的很贵。这里有人会问，美国是有较完善的医疗保险的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因为看病而破产呢？那是因为在美国人们喜欢超前消费，每个月工资发放后几乎都用于偿还各种账单，所以很容易发生在无法正常缴费的医疗保险的事儿。保险一断，费用就要自己承担。那么在美国，破产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如果一个美国人还不上钱，医院可能把他的账单卖给第三方催贷公司，催贷公司呢天天骚扰这个人。当一个人实在是不堪其扰又还不上时，就可以去法院申请破产。除了助学贷款和赡养子女不给你免除外，其他的直接免掉。但是有个前提，你的收入要比当地的中低位收入低才行。比如当地整体的中低位收入在5万美元左右，那你一年的收入低于这个数才能给你免。当然这不是说无条件的，你申请破产时债主会到场，如果人家不同意你破产，你也没法破产。因此一来就要强行走破产的程序，也就是不会因为你的收入低而给你免除债务。这种方式破产后唯一的好处是债主就不能再骚扰你，但是你必须承诺一个合理的还钱时间，这点相对还是比较人性化的。破产后你名下所有的财产都会被拍卖，包括房产，所以才出现了前面所说的支起帐篷那一幕。规定下破产者每个月只能保留$3000以下的基本生活费，剩余的都必须用于偿还。一旦破产，几乎告别了信用生活，并且破产不属于隐私，在网络上都可以查到。对于后续找工作相对来说就有影响，可以说是非常痛苦的。当然这也不是永久的，规定时间是7年，7年后无论是偿还的上，破产人都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。这时候你可能纳闷了，这样的考虑过债主的感受吗？在这里美国人是有2方面的考虑的。首先，欠钱还不上不应该一棍子打死，确认还不上继续逼着他要也没什么意义，索性不如放一条生路，这样也不为社会添负担。也正因为这个制度的存在，大家都会考虑借钱的风险。在美国讲究的是自我负责，你借钱给可能还不上的人，这个行为本身就值得反思。所以美国人确实很少互相借钱，一般都是借信用卡。现在大家就明白了吧，为什么美国会有那么多的无家可归者，这也是原因之一。